为什么说大疆的用户又多了一种选择？这个和大疆 Mac Mini 有相同芯片的幽兰紫 A200，在你看完拆解、实测还有录音对比以后，我相信你有自己的判断。后面的内容我没有添加背景音乐，你可以仔细去听大疆 Mac 2和 A200的声音对比。这个是在幽兰紫买的 F-X30 的兔笼，给我2分钟的时间，我用大疆的 Mac 2还有幽兰紫的 A200录一段兔笼安装的声音。我们可以预先的感受一下它们两个在非人声录制的效果对比。A200它的无线传输是 2.4G 频段，发射距离正向是100米，背向是50米。也就是说，面对接收器中间没有任何遮挡是100米的距离，背对接收器中间有人或者其他物体遮挡是50米的距离。还有话筒的指向性是全指向的，也就是说距离它越近，声音会越突出。我一会儿会在户外做一个拉距测试，测试它的接收距离。注意看，接收器是这样装在 Pocket 3上面的，背面它有一个很厚的金属遮挡物，是我的金属快装板。发射器会在它的后面发射信号过来，这会比人体遮挡的信号衰减要大得多。我现在在马路上面，我们测试一下它的拉距，我拉距100米，现在的距离有30米，现在是53米，现在是85米，前面有几个出租车挡住了。看现在我在这个位置，距离接收器有120米。刚才整个测试我走到了120米的位置，而且周围的环境比较嘈杂。在有金属板还有汽车遮挡的情况下，30米以内的接收是稳定的。50到100米的声音虽然是断断续续的，但是信号并没有中断。这是一个不错的测试结果，
要知道 A200 的发射功率只有13 dBm， 大概是20毫瓦，这只是手机 WiFi 功率的一半左右。接收器的2个指示灯在闪烁，说明2个通道已经断开了。而且你看，2个发射器的指示灯已经不亮了，电池完全放空了。充电仓的屏幕现在也点不亮了，充电仓也是完全放空的。现在我们给充电仓还有2个发射器充电，开始记录，开始充电。光是充电仓，它的充电功率是 1.4 瓦。放进去发射器以后，充电功率现在是 1.8 瓦、2瓦。充电器这边用 C 口供电，走的是 PD 3.0 的充电协议。我们等它记录，一会儿来看结果。好了，现在3个设备的电量已经达到了 100%。在冬季，锂电池的容量通常会比较偏低。我们看一下实际充电的数据。整个充电过程用了1小时12分钟，充入的能量值是 2.4878 瓦时。按照 80% 的转换效率来计算，实际充给电池的能量值是 1.99 瓦时。规格书上面标注充电仓的电池能量值是 1.332 瓦时，发射器电池的能量值是 0.266 瓦时。充电仓加上2个发射器，它的能量值总共是 1.864 瓦时。这个测试得到的数据可以验证 A200 的电池能量值是足量的。现在是17点16分。2个通道都已经连上了，我们等6个小时。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我在回放放电测试的时候用 A200 录制的。当时间来到23点16分，是整整6个小时。在距离6个小时还差5分钟的时候，发射器开始低电量提醒。实测下来，发射器的续航时间刚好可以达到6个小时。要注意，这是在12月冬季的时候测到的结果。电脑是 Windows 系统 ，A200 的接收器直接插到它的 C 口。我连接了一个信号发生器，还有一个示波器，跟耳机功放连在一起，然后用一台电脑录制 A200 收到的声音。记住，黄色的波形是发送给耳机放大器的输入信号，青色的波形是耳机输出口的信号。我现在要测试的是 A200 能录到的频率范围。为了接收 A200 录到的声音，我做了一个直筒，把发射器和耳机连在一起。我把发射器还有耳机放在这里。20赫兹，我们从20赫兹开始测试。20赫兹完全录不到声音，这是它的最低截止频率。30赫兹音量还是太小，也是几乎没有录到，电平表只有一点点动作。40赫兹，看40赫兹可以持续录到声音，但是我不能说话。50赫兹，50赫兹可以持续录到声音，但是我也不能说话，我一说话就会被当作噪音给压低过滤掉。看，消失了，说明它的自动降噪系统是在工作的。70赫兹，音量又变大了一点。100赫兹，现在是持续很稳定的低音正在录制，停止。我们看一下录制下来的波形，一个很完美的正弦波，
和我这边送入的信号是一样的。200赫兹持续录制，500赫兹持续录制，没有报表。1000赫兹持续录制，也没有报表。3000赫兹持续录制，我们暂停一下，看一下它的波形，还是一个很完美的正弦波，跟我这边输入的信号一样。5000赫兹能够正常录到，10000赫兹也能录到，我们暂停一下，看一下它的波形。同样的，10000赫兹也是完美的正弦波。20千赫兹，这是大多数人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它在录制，但是我一说话可能会被当作噪音给屏蔽掉，我得停下来不说话，然后暂停观看。20千赫兹同样也是一个完美的正弦波，它也能够录到，只是它有自动降噪系统，所以一个固定频率的声音可能会被它误认为是一个噪音，而被它屏蔽掉。你看 A200 的规格书上面讲，它的频率响应范围是20到20千赫兹，这其实是达到的。趁电脑还在桌面上，我把测试仪连在电脑和接收器之间，我们看一下它的耗电情况。看这个箭头，现在是电脑在给接收器供电，供电的功率大概是 0.1 瓦左右。我在接收器上面连上充电器，看箭头改变了方向，现在是从外面给电脑充电。在手机上也是，插上充电器以后，也是以5伏的小功率给手机在供电。我把 A200 连在 MacBook 上面，开始录音，注意观察这里的电平。1、2、3、4、5，看在 MacBook 上面可以直接使用 A200， 不用安装驱动。箭头朝左边，消耗功率也是 0.1 瓦。连上充电器，箭头改变了方向，现在是以很低的功率在给 MacBook 充电，所以 A200 它的发射器功率消耗是 0.1 瓦，它旁边的这个 C 口是可以给设备进行低功率充电的。A200 是可以即插即用的，它可以支持到安卓系统、iOS、Linux、鸿蒙系统、Windows， 还有部分的运动相机。还有你看这里，它的传输延迟是小于24毫秒。其实大疆的 Mac 2也是有传输延迟的，我们来对比一下它们两个的传输延迟大小。现在是大疆 Mac 2的延迟，现在是 A200 的延迟。实际感受下来，它们两个的延迟其实差不多，剪辑的时候也感觉不到画面和声音有明显的错位，所以对于数字麦克风这样的正常延迟不用放在心上。如果你要两个麦克风一起录音的话，1、2、3、4、5， 1、2、3、4、5，你看两个麦克风的声音是录在同一个轨道上的，
你在后期制作的时候，先要知道它的这个特点。其实大疆 Mac 2也会有跟接收器需要重新配对的时候，如果 A200 也配对失效了，在说明书上面有展示它的重新配对的方法。还有 A200 的采样率是48千赫兹24比特，它能够承受的最大声压级是120分贝。注意看，这个声压计的测量单位是 dBA， 在1000赫兹的时候120 dB SPL 是等于120 dBA 的。我现在把音量逐渐推高到120 dBA， 你会发现 A200 录到的声音音量改变并不是很大，因为 A200 里面有一个自动音量增益控制。我现在暂停录音，你会发现即使在120 dBA 的音量下，录到的波形仍然是平滑的正弦波。刚才这个实验验证了 A200 确实可以在120分贝的情况下正常录音。我现在用 A200 和大疆 Mac 2录一段音乐，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它们的细微区别。I'm staring at the ceiling, thinking about the way you got me feeling. Every word you say, it lingers so, but I need to hear the one I want the most. Your touch says things you never say, but silence can't keep me warm each day.If it's real, don't let it fade. Come a little closer, don't be afraid. Tell me you love me, don't make me guess. Whisper those words with your heart on your chest. Tell me I'm yours, say you're mine too. Give me the truth, not just what you do.Tell me you love me like I always do for you. 对于 A200 我还有一个参数是比较在意的，就是它的灵敏度。它的灵敏度是负的37分贝，正负3个分贝。这个参数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录到像皮肤摩擦这样微小的声音。来，我回放给你听一下。幽兰紫 A200 的收纳重量只有 55.4 克，发射器的重量只有 5.7 克，充电仓的重量只有 40.3 克，发射器的尺寸只有 32×16×18 毫米，接收器的尺寸只有 31×24×10 毫米，充电仓的尺寸只有 68×50×26 毫米。A200 的所有产品信息在充电仓的盖子里面，在充电仓的底部可以看到发射器的充电触点，充电仓的下面有一个硅胶的防滑垫，看一下细节，做的还是挺精致的。底座上面没有螺丝，你看，不得不说 A200 的模具精度还是挺高的，我直接找不到开盖的缝隙。你看盖子的里面非常的光滑，这个接缝内盖跟外盖
接缝非常的小。看两半分开以后，现在是这个样子。看，这是盖子的内盖 A200， 有一个型号标记。这是它的下半部分的外壳，外壳的壁厚有 1.75 毫米，电池在壳体的底部。刚才这个硅胶垫是可以用来保护电池免受撞击的。你看内盖的后面有2个小的磁铁，这个就是盒盖检测的信号。然后你看这里配合间隙特别小，所以我们在外面看不到一点缝隙。底座外壳它的壁厚有 1.8 毫米，里面虽然是隐藏部分，但也是比较光滑的。这个是底座的里面，你看这里有一个磁铁，接收器可以被磁场固定。然后这里还有这里也有磁铁，这个是吸引发射器的。去掉底座上的双面胶，可以看到有很多测试点。充电仓的电池容量是360毫安时，能量值是 1.332 瓦时。电池带有保护板。这个电量的显示屏是一个定制的 LED 断码屏。你看断码屏的上面，这里隐藏了一个霍尔传感器，这就是感应盒盖信号的霍尔传感器。这个是盖子的轴，还有弹簧。轴的直径有 0.97 毫米。看这个位置是充电管理芯片，型号是 SY8809， 是一颗专用的蓝牙耳机充电仓管理芯片。这个芯片应该是它的逻辑控制，型号是 P5LGGKH， 查不到资料，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芯片。这个是发射器的充电触点，目测应该是镀金的。这就是充电仓 PCB 的全貌，做工还是挺细致的。你看接收器的接缝也是比较小的。接收器是靠这个销钉把2个盖子合在一起的。这里有2个触点，这个是它的天线，这就是它的薄膜天线。接收器的这个盖子挺硬的，掰不弯，看不出来它有多厚。你看这个是接收器外壳的截面，厚度有 1.2 毫米。这个是接收器的 PCB， 背面有一颗小的芯片，型号是 LDR6028Q， 是一颗 Type-C 的通信管理芯片。在它的正面，这个就是它的主控芯片，型号是 ATS3031， 是巨星科技的 SoC。 这颗芯片和大疆 Mac Mini 的芯片是相同的。这是 PCB 的全貌。这是接收器的另外一边外壳，外壳的里面有一个磁铁。发射器的背夹是铁的，你看它是冲压的工艺，做的还是挺细致的。头顶自带一个防风的海绵，需要从侧面拽一下才能拿下来。这是麦克风的拾音孔，你看外壳里面还刻了字，底部有一个磁铁。来看这个壁厚，坚硬的外壳是源自于有足够的厚度。发射器外壳的厚度有 1.2 毫米，
这个是充电的铜柱，这颗柱子有 1.89 毫米的直径，不小心把导电柱给扯下来了，但是你可以看到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圆柱。你看这个下面是它的天线，和接收器一样用的是薄膜天线。注意看这里，这是指示灯的透光孔，里面有一个柔光片，所以这里是不会进灰的。这个是发射器的薄膜天线，这是发射器外壳的另外一面。你看，我发现一个细节，指示灯居然用了一个很微小的海绵作为遮光罩。PCB 的背面没有什么元件，只有一些测试点，还有接口。PCB 的正面，这里有一个小芯片，型号是 GS8722，这是一个低噪声的运算放大器，是给话筒做初级放大的。这个芯片是巨星科技的 ATS3031，跟大疆 Mac Mini 的芯片是一样的。A200 的柱集体话筒外面有一圈防震垫，这一层是它的防尘网，它的引线是3根线的这种，有一根信号正极、信号负极，还有独立的一个黑色地线，而且引线的位置有打胶密封。这种3根线的柱集体话筒，它的抗干扰能力会比2根线的要强一些。这支柱集体话筒的直径是6毫米，发射器的电池容量是70毫安时，能量值是 0.266 瓦时，电芯带有保护板。好了，这就是幽兰子 A200迷你无线领夹麦克风的全部拆解和测试。我是机电匠，我们下期见。